重生回到我掉下冰窟时，萧志并没有像前世那样跳下来救我，而是在我的呼救声中，他只留下一个冰冷的眼神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沉下水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穿过人群，将树妹拥入了怀中。他颤抖的背影写满了失而复得的喜悦。那一刻我知道，萧志也重生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重生了，但时机并不好，正是我跌入冰窟的时候。上一世萧志不顾一切，将我从冰窟里救了出来，他死死抱着我，怕极了我会死。因此是萧志恨极了树妹，因为是树妹非要拉着我滑冰，我才落水的。落水后，我缠绵病榻3年。那3年，树妹因为愧疚，一直在伺候我。但萧志不待见他，每次看见他都会冷眼呵斥，恨不得将他当场杀了泄愤。病的3年，我虽得了家人和萧志极好的照顾，但还是因为身子弱，没熬过去。我死后，魂魄并未立刻离开，而是一直游荡在人世。我看到，我死后的第2年，树妹自愿入萧府为避赎罪。无论萧志怎么羞辱她，她都不离开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的起居。1年后，萧志去狩猎，故意将树妹丢在大雪封山的树林里2个时辰。树妹冻得奄奄一息，就在我感叹萧志做的过分时，她却疯了一样回来了。她跳下马，跌跌撞撞奔去树妹身边，将她紧紧抱在怀里。她猩红的蓄着泪花的眼里，皆是悔恨和失而复得的激动。那一刻我懂了，在萧志漫长的虐待树妹的岁月中，已经深深爱上了她。一阵极冷的寒风刮过，萧志用大氅紧紧裹住了树妹，而我却在这阵风里化作了一捧青烟，彻底消失在这人世。再睁开眼，身体依旧是彻骨的寒冷，但这冷却和前世死前的冷不同。我真真切切感觉到了，我挣扎着，脑中混沌地意识到，我重生了。重生到我被树妹拉着滑冰而掉下冰窟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萧志，他和岸边所有看热闹的人一样，冷漠地看着我垂死挣扎。而后他留下了一个冰冷的眼神，转身走了。他走得极快，好像在找着什么。而后我看到他拨开了挡路的人，一把将树妹抱在了怀里。他背影颤抖，纵然看不清他的脸，我也知道他此刻一定是激动的，是喜悦的。我明白了，萧志也重生了。这一世，他放弃了我，选择了树妹。意识陷入彻底黑暗的一刻，我朝岸边的人喊道：“我出100两，答谢救命之恩。”再醒过来，已是3日后。娘和前世一样，枯坐在我床边，一直爱美的她，蓬头垢面，衣裳皱乱。我心里刺痛，哑着声喊了一声娘。我娘喜极而泣，抱着我又哭又笑。大哥带着大夫回来，大夫说我身子骨太弱了，一定要好好养着，切不可再受寒受累。我笑着应是，这一世我的意志要再坚定一些，要再努力一些，让自己活得久一点。爹爹从衙门风风火火赶回来，官帽都歪在了脑袋上，大冬天他愣是跑出了一头的汗。我的娇娇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爹哽咽着，夫人，明日我陪你去还愿，给菩萨塑金身。我娘笑着点头。我叹了口气，前世我死后，娘也大病了一场，一直郁郁寡欢，身体也每况愈下，爹爹更是40不到就致仕回乡了。可是他本来很受京上器重，前程远大的。爹娘离开后，大哥一个人留在京中，虽兢兢业业，但官位却一直停滞不前，没过几年也心灰意冷，回乡去了。爹，用我的钱，我要亲自给菩萨塑金身。我笑着道，这一世我要努力活下去。行，用娇娇的钱，菩萨更能感受心诚，保佑娇娇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我爹笑着道，姐姐。树妹徐荣进门来，她眼里还蓄着泪，愧疚地走进床边，跪下磕头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吧。娘顿时沉了脸，你还有脸认错？我怀疑你根本就是故意的，蓄谋害死娇娇。我娘抬手便扇了徐荣一巴掌。徐荣跌坐在地上，又哭着爬起来赔礼道歉。我娘恨极了徐荣，准确说，她恨他娘。我娘出身武将世家，虽非高门功勋，但在西北也是极有威望的。我爹则算是寒门士子，10来岁就进入我外祖资助的私塾读书，
和我娘也算是青梅竹马。他们成亲后，感情一直很好。有一年我爹出公差，我娘那时候怀着我，不便陪同伺候，于是让自己最贴心的婢女翠娟跟着去了。没想到翠娟在我爹酒里下了药，我娘知道后，正是怀我的第7个月，她当场便动了胎气，早产生下了我。等她身体略好些，被关在后院的翠娟已经怀了徐荣。我娘到底心善，留下了他们母女。但那以后，我娘再没有见过翠娟，见到徐荣也是冷言冷语，不给半点脸面。来人！我娘一想到我差点死了，一巴掌根本不能解气，冲着外面喝道：将他们母女发卖了，快！我爹为那件事一直理亏，这会儿根本不敢开口阻拦。但我知道，前世我爹最后还是和我娘求情，留了他们母女。我娘虽同意了，但也因此和他大吵了一架。我爹苦闷，喝醉了酒，回家时被翠娟拦了路，扶去了他的房里。若非我娘知道后，带着人赶过去，说不定我又要多一个弟弟。那之后，爹娘的感情更差了，我娘很久都没有理我爹。娘，我在徐荣的哭声中拦住了我娘，妹妹也不是故意的，您别怪她了。徐荣一愣，仰头看着我，迎着泪的眼睛里满是错愕。我爹则是背过身，暗暗松了口气。你就是太良善了，这时候还替他们说话。我娘赌气道：我不是良善，而是因为徐荣现在有鄱阳侯世子萧志撑腰，我们哪里能卖得了他？闹下去，不但将我爹推远，还会得罪萧志。想报仇要徐荣的命，有的是办法。前世我一直深信徐荣是无辜的，就算萧志一直说是徐荣害的我都还一直为他说话。直到我去世，徐荣进侯府做婢女，偶尔一次，我看到他拿着我的遗物，脸上露出阴狠的表情，我才知道看错了他。他的心计、隐忍、手段，是我这个养在深闺的人望尘莫及的。他知道萧志喜欢我，无论他用什么手段，萧志都不会看他，所以他设计我落水。我因早产自小体弱，3、9寒天落入冰窟，就算侥幸就回来，也不会长命。果然，一切都被他算到了。他拿我做工具，步步为营，最终达成所愿。他的心思连萧志都不知道。这一次我没有像前世那样同意徐荣伺候我，所以养病的这半个月，他只来了1次。不过他没来也不是他不想扮演愧疚妹妹了，而是他太忙了，忙着和萧志幽会。1个月后，我正在学扎马步时，乳娘来回我说她看到萧志和徐荣幽会。哦，我心不在焉地应着，努力站稳。宋时清哼了一声，不许动，说一盏茶的时间，少一点都不行。我瞪他，你够啊，真当是我师傅呢。宋时清是我舅舅的养子，自小养在西北，但那时我常去西北，我们感情一直很好，亲如兄妹。他15岁时跟着舅舅去了军营，这次得了3个月假，特地来京城看我，却被我抓住，要求他教我武功，强身健体。于是他开始拿鸡毛当令箭，每天对我呼来喝去，见不得我偷一点懒。大小姐，萧世子明明和你……乳娘一脸气愤。她很奇怪，明明之前萧志一直和我走得近，怎么又突然和徐荣走得近了？萧世子那么大的人了，想喜欢谁就喜欢谁呗。乳娘，你有空操心这事儿，不如想想我们晚上吃什么吧，我好饿啊。乳娘生气，宋时清笑着道：乳娘别听他的，他一顿。乳娘又扑哧笑了，高高兴兴走了。所以你这段时间伤心，是因为萧志移情别恋了？宋时清问我。我哪里伤心了？你愁眉苦脸啊？拜托你，我愁眉苦脸是因为某些人拿鸡毛当令箭，我是被气的。宋时清很得意，戳了戳我的额头，好徒儿，好好练，为师不会害你的。宋时清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直挺挺往后倒去，宋时清单手将我接住了。宋师傅，我直接赖在他手臂上偷懒，让我歇会儿行不行？1个时辰，就1个时辰。宋时清面颊微红，瞪了我一眼，撒娇讨好也没用。宋师傅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我正要说话，忽然听到一侧徐荣喊我：姐姐，宋表哥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离了宋时清的手臂，回过身去，就看到徐荣和萧志不知何时站在了我们身后。在习武吗？
徐荣天真的看着我们，你们感情真好啊，还像小时候那样亲密。萧志没说话，但脸色极难看，阴沉沉的，比这会儿的天都要暗几分。宋时清看到萧志，挑了挑眉，在我耳边问我，要不要我帮你揍他一顿出出气？我瞪了他一眼，你别惹事啊，闹来闹去，丢人的是我，别人还以为我争风吃醋呢。宋时清扯了扯嘴角，睨了一眼萧志，姐姐。徐荣喊了我一声，我这才想起来，萧志和徐荣还在，不由道，找我有事。徐荣看了一眼脸色更沉的萧志，尴尬地道，我和世子是来看你的，担心你恢复的不好，看来是我们多虑了，你看上去比以前还要有精气神。多谢关心，我确实比以前好。我摆了摆手，跟着宋时清回去。等等。忽然一直沉默的萧志开了口，他皱眉看着宋时清，他身体底子弱，静养是最好的办法，你让他练这些，只会让他身体不堪重负，病情加重。他说完，宋时清和徐荣都惊讶地看着他。我垂着头眉眼，心头冷笑，萧志这是愧疚。其实他这是选择徐荣而放弃我，我并不恼他，他有选择的权利。可是他冷漠地看着我去死，太让我心寒了。萧世子你真闲。宋时清嗤笑一声，首先我不会害他，其次他身体怎么样，你管得着吗？宋时清说话素来不留情面，他说完，萧志面色更难看了。萧志道，娇娇，我的话你不听，那也该听大夫的话，你不能这么糟践自己的身体。我转头看着他，我不会糟践自己的身体，因为大夫也说我练得很好。萧志表情一怔，吃惊地看着我，仿佛接受不了我对他这么冷漠。他这样让我觉得很可笑。我不想看到他们拉着宋时清走了。身后我听到徐荣哽咽着道，志哥哥对姐姐的病情比我还要了解，作为妹妹我实在太失败了。不关你事，你怎么自责了？萧志安慰徐荣，不管他的死活了，他是大人，什么后果都该自己承担。萧志又摸了摸徐荣的头，你不是要带我去看梅花？走吧。我翻了白眼，以前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徐荣阴阳怪气的本事这么大，萧志为人行事这么轻浮的。前世我和他虽彼此有情，可他一直是端方君子克己守礼，莫说像我落水那天，他当着外人的面抱徐荣那样抱我，便是私下里他也从没冒失的和我有身体上的触碰。他和徐荣是真爱吧？爱到难以自制，不顾礼仪。我忽然想到前世的这个时候，宋时清也回来过一次，也让我起来多走动，说天天躺着，好好的人也会废掉。但那时我意志不坚，动起来太辛苦了，而萧志也反对我多动，劝我听大夫的话静养，于是我就心安理得的躺着了。宋时清因此和萧志打了一架，我护着萧志骂了他一顿，他气得说我又笨又懒，不管我了。那以后直到我死都没有见到宋时清，不过我却从大哥的口中听到过宋时清的消息。表哥，我放下茶盅，皱眉道，你探亲假结束后是不是要去郭将军的西北防营历练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宋时清擦着刀，抬头看我一眼，别去郭将军的军营。前世他离开舅舅的军营，去郭将军身边历练，但他不服郭将军的管教，不但和郭将军打了一架，还写了奏书弹劾郭将军。具体细节我不知道，但我记得他最后没有占到便宜，不但被打了80军棍，还撸了一身军职。我也不想去，郭让那个老匹夫。宋时清沉着脸道，那你就别去，记住没有？宋时清应承我，知道了，我不去。说着他便走了。第二天我就听说萧志被人倒了粪水，他虽避了不少，但还是一身脏污，臭气熏天。我练拳的时候观察宋时清，想套他话确认是不是他干的，但他贼得很，半点口风不透。我知道我生得俊美，可你也不用这么迷恋我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天天打拳，我不但没瘦，反而还长了2斤肉。我爹娘说我气色好很多，大夫都夸我恢复得好。这一日，我和宋时清赖在大哥房里，他们2个人正监督我喝药，萧志不请自来，气氛尴尬起来。我不想多留，准备将药喝完离开。我被药苦得皱着眉头，宋时清轻笑，眉头皱得像个老太太。我瞪他一眼，
忽然眼前多了一颗蜜饯。萧志居然随身带着我喜欢吃的蜜饯。萧志见我不接，往我面前递了递，又忘记带蜜饯了吧？幸好我这里有。我皱眉。宋时清警告地看着，仿佛我要接了萧志的蜜饯，他就立刻剁了我的手。我也回瞪了他一眼，转过身对萧志道：多谢萧世子，不过我喝药不用蜜饯。前世的我每次喝药都会闹着苦，要吃蜜饯，所以萧志每次来见我，总会帮我带些来。因为我喜欢吃，他还请教过厨娘，亲自动手为我做了一匣子。那时的我，每一颗入口的蜜饯都觉得格外甜。但这是我喝药不用蜜饯了，苦涩也是一种滋味，没必要刻意躲避。就像我娘说的，人世百味，都是人生。萧志满面失落，将那颗蜜饯攥在了手心。我忽然意兴阑珊，说回去休息了，便出了书房。走了10几步，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萧志在我身后喊我：娇娇。萧世子，我淡淡道，我们2人的关系没熟悉到让你喊我闺名的程度，你还是称呼我徐大小姐更妥。萧志又是一愣，似乎想要解释什么，但他正要开口，徐荣从另一侧袅袅过来：志哥哥，你今天是为那件事来的吗？徐荣仰头望着萧志，双颊酡红，满面娇羞。萧志深看了我一眼，转头对徐荣温柔地道：是，我在等徐大人下衙回来。徐荣笑眯眯的：志哥哥，你真好。我懒得看他们腻歪，快步走了。晚上我娘和我爹吵架，我匆匆赶过去劝架。进正院的时候，就看到徐荣母女跪在院子里。我没搭理他们，直接进了屋子里。刚进去，就听我娘道：徐俊义，你恶心了我一次，还想恶心我第2次。你想将徐荣记在我名下，就等我死了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想都不要想。我爹被骂得面红耳赤，看到我来，他大大舒出口气，难得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：爹，大哥和表哥回来了，说有事要回您。我笑着道：哦，好，我这就去看看。我爹快不去了。我扶着我娘坐下来，在他耳边道：娘，您暂时先答应我爹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娘怒道：我一起长大的丫鬟，我当她姊妹一样养着，掏心掏肺，却没想到被她刺了一刀，这口气到死我都咽不下去。想让他的女儿做嫡女，再高嫁，那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命。娘，我在他耳边低声道：我让您先暂时应下，不是给他面子，而是稳住我爹，后面的事您交给我。我不希望爹娘因为那对母女伤了夫妻情分。至于徐荣的命，根本不用我们亲手取，这一世他走的每一步都在送命的路上。我娘按我说的做了。于是徐荣母女活跃了起来，姚姨娘居然喊了绣娘上门给她裁衣服，挑的都是些她以往碰都不敢碰的颜色，她也配穿那颜色。呸！乳娘啐道：行了行了，你也消消气。我拉着乳娘坐下，让您办的事，您办妥了吗？奴婢做事，大小姐您就放心吧，没有不妥当的。隔了几日，鄱阳侯夫人就听说了萧志和区区3品官家的庶女来往的事，她勃然大怒，让人将萧志绑了回去。鄱阳侯夫人是今上亲封的安阳县主，养尊处优，骄傲了一辈子。前世她连我这个嫡女都看不上，这一世又怎么可能看得上徐荣？前世她之所以同意我和萧志的婚事，是因为我亲自种了16盆她喜爱的茶花送给她。她收了花后，又加上想和萧志和解，于是借着台阶就下了，同意了婚事。这事萧志会让徐荣学着我种茶花，还是另寻其他法子？鄱阳侯府关着门，静悄悄的，萧志一连7天都没出门，显然是被禁足了。徐荣急得团团转，时不时托人出去打听。2日后，萧志天还没亮来找徐荣，2人说了一个时辰的话，萧志才离开。你确定是告别的？我问乳娘。他还求了圣旨，我看到他手里拿着御赐金牌了。乳娘道：表哥。我去喊宋时清，催着他道：你今天就出发，立刻。本来我们商量的是明天启程。萧志被你算到了，他求了圣旨，去西南交安县。宋时清问我。我点头。我没猜错，萧志打算去西南立军宫，绕开鄱阳侯夫人，求圣上赐婚。
前世，西南交安县因为采石灰的事，矿民发生了暴乱，杀得朝廷措手不及，短短3个月，竟占了3府12州。消息应该是昨天后半夜传到京城的，金上当场气晕了。后来为了平息叛乱，朝廷耗费大量银钱人力，历时1年半才将那些暴民清剿。萧志既是领命出征，那估计还有3日才能点完兵。你现在快马加鞭，至少能超他半个月到达。我低声道。宋时清收拾行囊，我问他，不过，要是有人问你为什么恰好在胶南县，你怎么办？他本该在京城的，却突然出现在那边。若是有心人想害他，就能抓着此事做文章。哦，我姑奶奶的婆婆的3舅老爷在胶安，有问题。宋时清漫不经心地道。我哈哈大笑，朝着他竖起个大拇指。探亲遇到了暴乱，他出手平乱，合情合理。3日后，萧志点兵出征了。我日子过得不错，每日打拳，身体越来越好，倒是徐荣日渐消瘦下去，嘴角都是火泡。我爹升职那天府中办宴席，他铺了3层粉，都没遮住。新年前，西南捷报不断传来，年后西南暴乱就平息了。送回京的军功表上，宋时清的名字赫然排在萧志前面。3月时，宋时清和萧志一同回京，金上在金銮殿上接见他们，夸他们是青年才俊，国之栋梁。当金上问他们要什么赏赐时，萧志抢在前面，臣想求圣上赐婚。臣也是。宋时清高声附和。金上哈哈大笑，与大太监笑谈，人不痴狂枉少年啊。说吧，是哪2位小姐这么有福，得了2位爱卿的心？但萧志却没立刻回话，而是转过身问宋时清，你也要求赐婚？宋时清皮笑肉不笑，当然。萧志又问，你求圣上给你和娇娇赐婚？当然。宋时清。萧志满脸怒意，你敢？家里下人来回我说宋时清和萧志在府门外打架。怎么打起来了？我第一反应是宋时清挑事了。萧志这个人，我虽对他很失望，但他脾气一直比宋时清好很多。我到府门外时，徐荣也到了。宋时清和萧志正打着，外面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。由于2个人武功都很高，出的招数也都是不留活口的那种，所以十分精彩。时不时还有人叫好。我顿时一个头2个大，喝道：住手！徐荣也跟着喊：志哥哥，表哥，你们别打了，快停下！宋时清看到我，收了刀朝我走了过来。娇娇，有的人欠打，你别管。你受伤没有？我话刚说了一半，忽然看到萧志本打算收的剑，竟又朝宋时清刺了过来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小心！宋时清反应极快，回身的一瞬，刀一挑过去，刀剑碰撞，2人都受了伤。你怎么样？我扶着宋时清，又对萧志喊道：你疯了，他已经收刀了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萧志不顾肩头的伤，快步走上前来，一把抓住我正扶着宋时清的手，质问我：娇娇，你竟护着他？你知道他刚才做了什么吗？不等我回答，他又怒气冲冲地道：他居然求圣旨给你和他赐婚，你说他该不该死？你才该死！宋时清提刀，我拦着他，质问萧志：我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萧志错愕地看着我：志哥哥。徐荣脸色煞白地走过来，声音颤抖地又喊了一声：志哥哥，你有没有受伤？萧志整个人一颤，若大梦初醒般看向了徐荣，仿佛才想起来这一世他早放弃了我，选择了徐荣。萧志嘴角动了动，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。如果我表哥有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警告萧志，扶着宋时清回了府中。萧志提着的剑哐当一声跌落在地上。房间里，我给宋时清涂伤药，还好只擦破了一点皮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为什么动手了？在西南几个月，他们都没打起来，今天回京表功受封这么重要的时刻，他们居然动手了。他脑子有病。宋时清道：他和圣上求赐婚，我说我也要，然后他就问我是不是要娶你，我说对，他就发疯了。圣上一看这情况，就猜到我们2个人可能求的同一个姻缘，所以就草草给我们封了赏，让我们回家了。
我被气得头晕目眩。他求旨赐婚，你让他求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宋时清笑得意味深长，他混军功，就是为求和徐荣成亲的圣旨吧。朝三暮四的人，我能让他称心如意？你应该庆幸你没和他，这种人不值得你喜欢。我什么时候喜欢他了？我哭笑不得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不喜欢他就好。至于你我的婚事，我肯定要先问过你的。再说，我们也不需要圣旨赐婚，水到渠成就行了。谁和你的婚事，你脑子拎清楚。我怒道，他却话锋一转，你抓着我说什么？关键是他没脸没皮，好不好？我道，我是担心你的前程，好不容易博了参将，你再丢了官职怎么办？前世他一直在舅舅麾下，因为脾气太差，看不惯不平事，所以经常和人打架，直到我死，他都没升职。明明也是有能力的人，却被他的臭脾气害了。宋时清讪讪然，嘀咕道，他再惹我，我还是会收拾他。你，算了，你早点回军营吧，好好立功，争取做大周最年轻的总兵。我道，你想我做总兵？他眼睛一亮，什么我想不想，是你应该自己想。而且我爹入了内阁，大哥也升官了，舅舅是副总兵，你是参将，咱们家现在就是文武双全。现在我们徐家再也不是别人口中说的区区三品官僚，你再往上升，那我们家可就是如日中天，高门大户了。宋时清怔怔地看着我，好一会儿他点了点头，行，等小爷带你飞黄腾达。我说正经的，你也给我正经点。我很正经啊。他漫不经心地道。宋时清是7岁在西北要饭时遇到我舅舅，被我舅舅收养的。那时他说他失忆了，7岁前的事完全不记得。舅舅见他聪明乖巧，就给他取了名字，当做自己儿子养着。不过后来才知道，他乖巧都是装的，惹是生非才是他的本性。有个东西要给你，他从包袱里翻出了一个金牌丢给我，小爷赏你的。这是参将金牌，圣上特意给他定制的，别人都没有。我不要，这东西太贵重了，你自己留着。没有你，我哪能升到参将？这东西本该有你的一半。宋时清提起包袱，朝着我挥了挥手，小爷回去了，别太想我啊。我追出去，不许再打架闹事了啊。宋时清回道，你太不了解我了，我从来不闹事，只有别人欠收拾。宋时清胡闹，我出了气就接过去了，但萧志却让我恶心。他这是想干什么？吃着碗里的，还想霸着锅里的。他想的可真美。回家后，我听说徐荣病倒了，姚姨娘求我娘请大夫，我娘没同意，但我帮了他们的忙。那个大夫进府的时候，后面跟着个低眉垂眼的小厮，那小厮就是萧志。我立在府廊下，亲眼看到萧志进了徐荣的房间。临近亥时，萧志还没有走，我就让人告诉我爹去了。我爹听到，气得差点晕过去，带着人就去了徐荣的院子。我娘冷冷地嘲讽了我爹一句，这就是你说的稚子无辜，让你一直心存愧疚的好女儿。我爹扇了徐荣一巴掌，立刻让人将博阳侯请了过来。侯爷，要不然明日你就让媒人来提亲，要不然我徐某人豁出去老脸，去找圣上讨说法。徐阁老您别生气，两个孩子不懂事，我们做长辈的却知礼守节。您放心，明日一早我就遣媒人上门来说亲。博阳侯脸色难看地道。这下就算博阳侯夫人看不上徐荣也没用了。第二天，两家迅速将成亲的日子定在了9月初。乳娘听到后啐了一口，母女两个都不要脸，天生就会爬男人的床，以为这样就能高价过好日子了。我呸！那博阳侯夫人刁蛮跋扈，看她过去有什么好日子过。乳娘对内宅太了解了，这样的徐荣嫁过去，一定会被博阳侯夫人搓磨死的。徐荣和姚姨娘开始筹办婚事，我娘是完全不管的，拨了银子，随他们娘俩折腾去。本来按我爹性子，如果徐荣不做这种蠢事，他还是会过问婚事的。就如我娘说的，我爹虽恨姚姨娘，但他始终认为徐荣是无辜的，一直对他心存愧疚。现在出了这种事，他比我娘还要恨他们母女，莫说管，他恨不得将母女二人都弄死。家里冷冷清清的，徐荣其实也没有多高兴。在看到他是7、8日后，他瘦了一大圈，
气色也很差。不过看到我，他还是强撑着，笑盈盈和我打招呼，说他和肖志的事一口一个致哥哥。嘘，我打断他的话，低声道：再喊，全京城都要知道你们有多亲密了。徐荣的脸色刷一下惨白，我睨了他一眼，拂袖便走。你得意什么？徐荣跟在我身后，气急败坏，你出身好，从小大家都围着你，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不自己争取，这个家里还有谁为我考虑？我回头看着他，冷笑，自己争取？那恭喜你，在你的争取下，你的命现在终于不由你了。肖志没再来过我家，我也再没有见过他。京城对我家的风言风语，随着南面洪灾消息传来，也被人遗忘了。瑞王妃组织京城女眷捐钱捐物赈灾，我娘很热衷，每天都去帮忙。那日我去瑞王府的时候，见到了南平郡主。前世我死后见过他，他和我大哥有段情，后来不知为什么，两个人没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但我知道，我哥和他都没有忘了对方。南平郡主个子很高，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的，虽生得精致漂亮，但打扮和行事一点不精致。我和他一见如故，那日我们相约出去吃饭。饭馆里，南平见到一伙人欺负一个卖唱的小姑娘，他路见不平，和别人打了起来。我们两个人对打7个男子，东家报了官。我哥来衙门数我的时候，南平还抓着一个男人的发髻揍他。我哥站在那边，表情十分精彩。南平回头时，鼻子上挂着一行鼻血，形容十分狼狈。这是他们这一世第一次见面，我笑得肚子疼。我哥说南平郡主像极了宋时清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他和宋时清好像，就喜欢打抱不平，而且他们容貌也有几分像，大概是相由心生，所以同样性格的人长得也会像。南平常来我家找我玩，我也会去瑞王府府找他。瑞王我没见过，但瑞王妃很严肃，大概是因为她是郭将军的女儿，武将之后，所以她为人处事颇有大将之风，不苟言笑，不怒自威。瑞王妃成亲很晚，说是23岁才嫁的瑞王。我娘说，瑞王先前有一位王妃，后来去世了，瑞王妃是他的续弦。瑞王妃进门时，先头瑞王妃留有一个儿子，当时4岁，瑞王妃对那孩子极好，还曾说过此生不再生孩子。可不知怎么，没过2年，那孩子就没了。那后面的第2年，瑞王妃生下了南平郡主，但自那以后，瑞王和瑞王妃就不在一个院里住，不在一个桌上用膳，两人虽未和离，却已形同陌路。我听着还挺唏嘘的，忽然肩膀被人推了推，南平郡主问我，想不想去江南看看？我正在吃瓜，闻言被呛住，咳了许久才看着他。你是不是知道我哥领命要去江南，所以你打算跟过去？南平郡主白了我一眼，有的是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你这样是会被我打的。我哈哈大笑，抱着他道，好嫂嫂，你可别打我，我皮焦肉嫩，受不得搓磨。南平掐住我的脸，我看你是皮糙肉厚。我们闹了一通后，一致决定去江南。我也是死过一回的人，这一世我就想努力活着，好好活着，做前世想做不敢做的事。反正出了事，有南平郡主和我哥兜着。我们到江南已是20天后，我和南平一路担心这里会是饿殍遍野、满目疮痍的场景，但意外的是，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好很多。忽然我看到田里有个满身泥污、牵着牛犁地的男子，我指着那人，惊得半天说不出话。宋时清。宋时清朝我们这边看过来，待看清我们。他露出个大大的笑容，晒得黑黢黢的脸上，2排牙瓷白锃亮，一瞬间仿佛将四周的灰暗都照亮了。娇娇，他朝我挥着手，光着脚踏着泥飞奔而来。我才知道，宋时清早我们半个月就到这里了。他不只是自己来，他还带了他的一支兵，听说这300人是他练的精锐，不但会打仗，还会盖房子、修城墙堤坝、打铁铸兵器，几乎什么手艺都会。金上知道后，特意写了调令，让他带兵来。他来了以后，短短半个月就已经将赈灾的事做得七七八八了，所以才有现在这平和的场景。这很让我惊讶，几乎不敢相信我看到听到的，
宋时清这么能干，你真厉害。大哥赞叹不已，夸了宋时清好久。又想起什么来，给宋时清介绍，这位是南平郡主。宋时清一愣，看向南平，脸上的笑容便淡了下去。你就是宋时清？南平暧昧地看了我一眼，又和宋时清微微颔首，幸会。宋时清的目光在南平的脸上一扫而过，微微颔首，便又带着我哥离开。两人蹲在田埂上，凑着头商议事情。你看人不准，南平对我道，宋时清根本不像你说的从小惹是生非，没个轻重的纨绔。我讪讪然，笑着道，是吧？我有点尴尬，拉着南平，我们先去将住处收拾出来，再四处走走看看，有没有事我们能帮上忙。我们和宋时清一样，都住在县衙里，但由于人多，我们4个人就挤在了一个院子里，也没法子分男女。吃过晚饭，我在井边洗衣服，宋时清在我对面坐下来，出行没带丫鬟。也不是出来游玩，我带丫鬟很怪吧？我甩干手上的水，挠着腿上被蚊子叮的包。这里的蚊子真的多，一会儿功夫，我腿上就被咬了7、8处。宋时清望着我的腿，而后挥着手，回房去吧，我帮你洗。就你，我推着他，回头将我衣服洗坏了。宋时清没坚持，折回房里拿了一把蒲扇，蹲在我身边给我摇扇子。我望着他手里的扇子，笑了起来，像个在树下乘凉的小老头。宋时清摇得更起劲，见过这么玉树临风的老头吗？我十分嫌弃，你晒得黑黢黢的，哪里玉树临风了？宋时清哼了一声。老大。宋时清的几个属下路过这里，一脸暧昧地打量着我，这位是嫂子吗？我正要解释，宋时清脸一虎，胡说八道什么，滚滚滚。老大生气了，嘿嘿。对面几个人笑得更暧昧了，推推搡搡地冲着我喊道，嫂子好。我被喊得面红耳赤。宋时清丢了个石子过去，滚。那些人哄笑着跑了。宋时清摇着扇子，东看看西看看，嘴角的就没放下来过。我绷着脸看着他，宋时清，你扇子打我脸了。我背后长眼睛，不可能打着你的脸。我背后没长眼睛，你把脸给我打2下。我道，赈灾的事情很多，我割掉桶，发粮，忙得不见人影。南平也办成文书，每天帮着记账。我本也想跟着我哥的，但南平一副如果我跟着他们，他就会揍我的表情，我不得不转到去帮宋时清的忙。宋时清最近在帮百姓修缮倒塌的房屋，有的房子彻底倒了，还需要重盖。他的300人分工分队，做事又快又好，当地的老百姓极敬佩喜欢他们。我没什么事，便跟着做泥瓦工，帮着提土提灰，有时候大灶要用人，我就去洗菜摘菜。傍晚，宋时清骑马从别处过来，回家了。我骑坐在马上，宋时清牵着马，夕阳的余晖在四周洒下一片金光，连路边的青草都变得生动起来。宋时清挽着裤脚，脚上的布鞋因为湿了不跟脚，不得不踏着，所以每走一步，他的脚底就会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，像是打出来的节拍，哒哒哒，不急不躁，让人心安。宋时清右手摇着马鞭，左手牵着缰绳，边走边和路边的熟人打招呼：宋大人好，夫人好。每次这个时候，宋时清都会摆着手，用这里的方言回答，说的我也听不懂，但那些人听完会笑得更暧昧。我怀疑宋时清骂我，逼着他解释，他顾左右而言他，想不想吃鱼？我皱眉，水这么浑，有鱼吗？宋时清回头望着我，少年晒得发亮的脸，明媚且张扬，没听说浑说摸鱼这个话。你吹，待会儿打不到鱼，我能笑你1年，笑我一辈子都行。他道。宋时清削了根尖细的竹枝，站在浑浊的水里，闭着眼侧耳听着。我不知道他能听到什么，反正我除了风声和蝉鸣，什么都听不到。但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出手，动作干净利索，等提起叉时，他笑着冲着我道：娇娇，想烤着吃还是烧着吃？还真的让他抓到了鱼。他还会烤鱼，用粗粗的盐腌着鱼，等我洗漱出来，鱼已经被他烤得香气四溢了。我坐在燃着4、5个艾草墩子的中间，虽被熏得睁不开眼，但却没有蚊子咬我了。尝尝小爷的手艺。他将鱼递给我，不要吝啬，
猛烈的夸奖吧。我尝了，还真的不错。我吃了小半条，剩下的递给他，确实不错。宋大人什么都会，厉害死了。那当然，这天下就没有我不会的事。宋时清顺杆子爬，得意得很。我白了他一眼，你会盖房子吗？会打铁吗？会写文书吗？我看你最会吹牛。宋时清坐在我身边，帮我摇着扇子，皱着眉。小姑娘没见过世面，不会识人。宋大人，我不怪你。我哈哈大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宋时清他真的什么都会。你都哪里学的啊？我站在打铁的炉子边，眼睁睁看着他敲砸出了一把菜刀，敬佩不已。他瞥了我一眼，这东西还要学？我被他噎住了。啊，是，你最聪明。天下幸好如你这般聪明的人不多，否则那些收徒的师傅们都收不到徒弟了。宋时清得意地笑着。明天开始播种了，你去不去？宋时清问我。去，只要我去能帮上忙的地方，我都会去。有些地方我去了只能添乱，就算了。老大，他的属下急匆匆跑过来，徐大人出事了。罗山县衔给他们的种子比隆平少，要徐大人补给他们。宋时清将菜刀丢进水盆里，水里发出滋的一声脆响。他道：去罗山看看。我们到罗山县和隆平县交接处时，两边的百姓正在打架，黑压压的人，有的拿着锄头，有的拿着竹篙，反正能用什么就用什么，场面是马嘶人吼，混乱不已。两侧也有地方的捕快和民兵，但都是干着急，根本拉不开。反了天了！宋时清将我放下马，而后他冲进了人群，左右抽着鞭子，没会儿就将两边正打着的百姓分开来。他高坐马上，脸色沉冷，目光锋利，淡淡扫过所有，呵斥道：才死里逃生吃饱饭，又嫌日子安生好过了。他说着话，所有人噤若寒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宋时清到的第一天施粥的时候就遇到过闹事的，他立刻狠狠治了一回。现在这里的百姓看到他是又怕又敬。嫂子，他的属下长风站在我边上，这会儿笑嘻嘻地道：我们老大可厉害了，在军营里他的话比将军的还管用。我有点意外，他天天惹事打架，他的话还管用？他打人都是为了别人好，而且老大很仗义，兄弟有难他从来不推辞。长风笑着道：不管什么困难，只要找老大，一准能解决。我忽然发现，我好像不太了解宋时清。我的印象中，他因为在家不学无术，总惹是生非，所以被舅舅揪去了军营历练管制，而后又因为好管闲事，常打架生事，所以官职一直停滞不升。现在看，在军中，他的那套为人处事的方法其实很管用，他也极得人心，很有威望。还有，他来了这里后，和本地人也迅速打成了一片，男女老少，他相处时的态度也都不一样。宋时清他并不是冲动无脑的人，他聪明且有谋算，只是这些被他掩藏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，而我这个见识浅薄的傻子从未看清过。我望着已经迅速协调了矛盾，开始问责主要责任人的宋时清，觉得他熟悉又陌生。宋时清将两方闹事的头目分人分事，各落了罚。他不怕麻烦，一一核对，每个人罚的板子都不一样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和稀泥。那些被罚的人也毫无怨言，乖顺地听从他发落。等他办完事，天已经黑了，他扶我上马，又变回嬉皮笑脸的宋时清，还丢了个果子给我，吃吧，非常甜。我不信，我道，这果子一看就很酸。他摆出一副你爱吃不吃的表情，我还是咬了一口，酸的牙都要掉了。我大怒，用酸果子砸他，他哈哈大笑，接住了果子，边走边吃。我吃了不酸，所以我没骗你。我恨得牙痒痒。我们在江南待到9月底才回京，宋时清也跟着我们一起。回去的时候，我哥和南平郡主之间明显不一样了。我悄悄问我哥是不是要娶南平做我嫂嫂，我哥红着脸瞪了我一眼，却没否认。那我就等着喝喜酒了。但我又奇怪，他们两个有情人，性格也都是坚毅有主意的，那前世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呢？难道是因为瑞王夫妇不同意？可我哥无论人品相貌还是官职都是一等一的，瑞王夫妇为什么要反对？回京那天，
我们4个人一起去觐见的圣上，圣上又见到了宋时清，笑得更开心。他亲自将宋时清扶起来，宋爱卿年纪轻轻，就沉稳能干，是朕和大周的福气啊。宋时清抱拳回道：臣能为圣上分忧，为百姓做事，是臣的福气。圣上大笑，又转身扶起我哥，对正进门的我爹道：徐阁老，你可不得了，儿子出息能干，外甥也是奇才，朕的江山人才辈出，你徐家也后继有人了。我爹一边乐一边谦虚着。圣上赏了我们4个人，给我哥和宋时清都升了官职。我和南平不能做官，于是每人赏了许多金银珠宝。设宴，今日朕要和几位爱卿畅饮。圣上道。我们跟着圣上去偏殿，圣上请了不少重臣，瑞王和瑞王妃也相继到了。南平带着我去给瑞王夫妇请安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瑞王，等看清他的容貌，我不由愣了一下。瑞王很清瘦，虽上了年纪，但容貌依旧清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着他总有一股熟悉感。我像我父王？南平看出我的疑惑。确实像。我说着愣了愣，忽然想到一件事，立刻转头去看宋时清。他本来面对这边坐着的，不知何时换了方向，背对了这边，我这会儿看不清他的脸。我觉得宋时清和瑞王也很像。酒喝起来，圣上话也多了起来，拉着他看中的臣子给每个人介绍。宋时清兴致似乎不高，但也不敢推辞圣上的好意，只得跟着他。我本来正低头喝茶，忽然听到隔壁桌子有人摔了个杯子，我抬头看去，便看到瑞王手里只剩下茶托，他的茶盅已碎在了他的脚边，茶水打湿了他的衣裳，他无知无觉的只愣愣地盯着宋时清看。大家都奇怪地看着瑞王。怎么啦？圣上问瑞王。瑞王回神，收回看宋时清的目光，起身行礼告罪。臣一时手滑摔了杯子，请圣上降罪。圣上正高兴，哪会说他什么，只笑着道：没茶杯也是天意，今儿你就多喝几杯酒。瑞王应是。我静静望着那边，心里忽然浮起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。酒席散后，我们离开的时候没看到宋时清，我本以为晚点他会回来，但一直等到第2天他也没回来。我哥遣人去找，他不会直接回西北了吧？我娘道。我写信去问问舅舅，确认他回去就行。我哥立刻起笔给舅舅写信。我心不在焉地包着橘子，婆子进来给我娘回话：夫人，姚姨娘又出去了。9月初，徐荣已经嫁去了鄱阳侯府，我这次回来便没有见到她，也没有刻意打听她过得怎么样。现在听婆子说起姚姨娘，语焉不详的样子，不由问道：姚姨娘出去有什么说法吗？她偷偷去徐荣陪嫁的宅子里，母女2人偷偷见面，不用管他们。我娘喝着茶，我反正和你爹说过，他若再闹一次事，我便将他发卖了，才不管他是谁的妾又是谁的娘。我娘刚说完，长风忽然跌跌撞撞被人带进来，不好了，我们老大他刺杀瑞王，被关起来了。我们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。宋时清没有被关在大理寺，而是押在宗人府。我哥很奇怪，为什么押在宗人府？能进宗人府关押的都是皇亲国戚，寻常百姓或官员是没资格的。先见人再说。我道。我们见到了宋时清，他依旧穿着昨天的深蓝长袍，衣襟和袖口染着血，靠在椅子上望着屋顶的发呆。他面色有些颓，像是一夜没睡的样子。我娘心疼地喊了一声，宋时清才回神看向我们，扯了扯嘴：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说你刺杀瑞王？我爹问他。我没刺杀他，是他自己刺的自己，说要将命给我。宋时清自嘲地笑了笑，语调依旧是漫不经心的。我们面面相觑，听得更糊涂了。时清，你和姑父姑母说清楚，你这样我们要担心死了。我娘道。宋时清刚要说话，忽然身后有人道：各位，其中缘由还是由本王来说吧。我回头就看到瑞王脸色苍白的由着人扶着进门来，他虽穿着外衣，但胸口的位置却渗出了血迹。时清瑞王坐下来，望着宋时清叹了口气，他是本王的儿子。连着震惊，我娘踉跄了一下：王爷，您儿子不是已经……时清怎么？
瑞王说，他看到宋时清第一眼，他就知道宋时清是他儿子，因为和他年轻时很像。他说完，我爹也恍然大悟地道，难怪年初圣上也提到说看宋时清眼熟，我们还没往您身上想。瑞王苦笑了一下，事情要从头说，从头说了你们就懂了。瑞王道，他说他和现在的瑞王妃郭氏本来私定了终生，但先帝未经问他的意愿，就给他下旨赐婚了他人，他没办法，只好娶了。成亲后，他们夫妻虽不说恩爱，但也算相敬如宾。第2年还添了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是宋时清。但瑞王说，他心里一直没有忘记郭氏，郭氏也一直没有嫁人。他本以为和郭氏无缘，也死了心，可没有想到4年后瑞王妃病逝了。他伤心之余又动了心思，于是半年后他娶了郭氏为续弦。郭氏过门后对宋时清一直很关爱，还说他不再生育，养着宋时清就好了。他那时感叹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。可没有想到宋时清6岁那年元宵节出去看灯会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他找遍了京城内外都没有找到，为此还大病了一场。后来他一直遣人在找，只可惜一直没有音讯。直到2年后南平郡主出生，他才算缓过来。本以为日子也算平静下来了，可他偶尔得知当年宋时清去元宵节是郭氏安排的，他不由就开始怀疑宋时清是不是郭氏故意丢的。他质问了郭氏，郭氏承认了，说是他做的，他杀了宋时清。他舍不得杀郭氏，但此后他们夫妻也彻底离心，虽未和离，却已形同陌路。请之。瑞王看向宋时清，父王没有想到你还活着，父王对不起你。宋时清掀起眼帘，淡淡扫了一眼瑞王，嘲讽道，你不用和我说对不起，你对不起的是我娘。她嫁给你5年，忍了你5年，若非过得不幸，她又怎么会那么早就去了？瑞王面色难看，没有反驳。他死后不过半年，你就娶了心腹，还感叹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你无耻！瑞王胸口起伏，吐出一口血来。瑞王被人抬回了王府，离开前他说他已经和圣上解释过了，是他自己一时冲动伤的自己，所以宋时清可以离开了。宋时清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们一家人心情很复杂，我娘低声道，所以这孩子当年并没有失忆，只是不愿意提过去。我爹也叹了口气，我心里酸涩，左思右想，还是提了一壶酒去找宋时清。他靠坐在院子里，看见我来了，笑了起来，还给我带了酒，不枉我疼你，有心情开玩笑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将酒递给他，陪着他喝。我们都没说话，待2壶酒见底，他才微有醉意地望着我。小时候的事，其实我都记得，我被爹收养的时候，故意撒谎说我不记得。我点头。她嫁进王府，我还很小，大家都说她是我娘，我就喊她娘。她装的吗？她2面3刀，对你不好吗？我问她，是她将你丢在元宵节灯会上的。宋时清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早杀回来报仇了，可惜不是。他说郭氏对他是真的好，他相信郭氏当初说不生孩子，养着他的话是真的。我还记得6岁过年那夜守岁，他以为我睡着了，所以在我耳边叹气，说我娘病逝，虽非他逼的，但他明白是和他有关的。郭氏说都是造化弄人，他并不想如此，可他也身在俗世，是个俗人。所以元宵节灯会要杀你的人不是郭氏，而是郭将军。我问道。宋时清很肯定郭氏并不知情，可瑞王说他承认了，所以他是为父遮掩。我道。宋时清点了点头，郭让那个老匹夫，我早晚杀了他。我忽然明白宋时清前世为什么和郭让打架了，我甚至有了另外一个猜测，前世我哥和南平郡主没有在一起，是因为宋时清的身世。前世宋时清和郭让打架，郭将军受了重伤，虽没有死，但也伤了身体。这个仇或许也成为了我哥和南平分开的因。一时我唏嘘不已。第2日，我家来了一个贵客，南平陪着瑞王妃来访。劳驾，我想和他聊聊。瑞王妃依旧是没什么表情，挺着腰板，
仿佛什么事都不能让他笑弯腰。我娘问过宋时清，得了同意才给他们安排了书房。我们都没听到他们聊了什么，但瑞王妃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，显然哭过了。南平扶着她欲言又止，瑞王妃却仿佛释怀了一般，望着我们所有人露出了笑脸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她笑。瑞王妃对我哥道：“我知你和南平的事，今早也为你们求了赐婚的圣旨，以后我的南平就交给你了。”王妃娘娘，我哥想说什么，可又觉得说什么都多余。瑞王妃当天下午，她就上了皇觉寺剃度出家了。南平坐在法华寺下叹气道：“我母妃说，早在我父王奉旨娶别人的那年，她就想剃度出家的，可却一直胆小懦弱，又眷恋红尘，没敢去。我母妃还说，如果她早点出家，或许哥哥的母妃就不会郁郁而终了，哥哥也不会流落他乡，有家不敢回。昨天她见过了哥哥，敞开了心扉聊过了，所以她在这人世再没有牵挂了。”南平望着我，眼底满是失落。我抱着他，轻抚着他的后背，却不知怎么安慰他。何必呢？宋时清靠在树干上，叼着一根枯草，神色淡淡的。他说，所有的错都不是瑞王妃的错。他说，女子太苦了，挣脱不开的，永远是女子这重身份。娇娇，如果你不想嫁人，就永远不嫁，做你自己就好了。我颔首，我不嫁，坚决不嫁。宋时清面色怅然，大约是想到了他的母亲。过了许久，我又忍不住叹了口气。我想，瑞王妃选的那条路，一定是有她最重要的东西吧。她应该不后悔。这话倒有几分开悟的意思。宋时清摸了摸我的头，小小年纪就这么豁达了。我倒觉得他很豁达，那么小就压着那么重的心思，装作吊儿郎当的样子过着。我想，小小年纪的他，一定有无数个委屈想家想母亲的夜晚吧。他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我不敢想。郭让回了京，他请罪谢了人，本来要求圣上降罪的，但圣上念他老迈，没同意。于是郭让画地为牢，禁闭郭府大门，说直到死，他都不会再迈出郭府一步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宋时清正在给我做纸鸢，他做的纸鸢飞得特别高，而且我发现他画画也很厉害。你果然什么都会啊。我笑着道，那当然，不露一手，你天天当我吹牛。他道，我仰头望着飞得很高，看着很恣意的风筝，忽然道，要不将线绞断了，让它没了羁绊再飞高点。我本以为宋时清会同意，他却敲了我的头，想什么呢？小也好不容易做好的。我瞪他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我可从来不是君子。还有，他忽然凑在我面前，盯着我脸看，那天鼓励你不想嫁人就不嫁的话，我收回。我愣住，得嫁，还得擦亮眼睛找稳重可靠的人嫁。他说着，抹撒着下巴，好像在说他就是那个稳重可靠的人。宋时清，你要不要脸？不要，你什么时候看我要过脸？他道。我哭笑不得不想搭理他。你就说嫁不嫁吧，给我个准话，3年5年我都等得。宋时清忽然一本正经的起来，若真的不想也没事，我陪你一起孤寡到老，但有一点。他又阴恻恻地盯着我，但有一点，你不嫁我可以，但你也不许嫁给别人。威胁我。我掐住他胳膊，宋大人升官了，胆子也养肥了吗？他哎呦哎呦喊着疼。看到没有，我指着门外的池子，明天我起来，里要是结了3尺冰，我就嫁你。宋时清大怒，你不讲武德，现在才10月初，怎么可能有3尺冰？我哼了一声，将风筝线丢给了他，走了。第二天我早早起来，开了窗户看了一眼门外池子里的水。我养的2只鸭子还在水面划着水，快活得很。我又裹着被子睡得昏天黑地，一直到下午有人砸门，我才惊醒。丫鬟开门进来，兴奋地喊道：“小姐，您快起来看看吧！”我被拽了出去，宋时清正站在池子边，一身的泥点子，被风吹得通红的脸，只剩2排白晶晶的牙看得清。徐娇娇，宋时清指着池子，3尺的冰，嫁不嫁？我跑过去看，池子里真的飘了一块缸口大的冰块，那冰一看就很厚。我问宋时清，你从哪里弄来的冰？其他事晚点说，你先回答我。
不对，我眯着眼睛，你是不是在京城哪个高门大户弄来的夏冰？现在不管哪里都没这么厚的冰，唯一可能的，就是那些囤着冰过夏的人家，夏天冰没用完，多出来的。不过这个时候也鲜少有人家还有冰，不说有没有用完，便是有也该化掉了。他这块冰不管怎么来的，都是极不容易的。徐娇娇，你说话不算话。宋时清道，我就不想嫁，怎么了？不，你想。要是你不想，你不会睡到下午才起来。平时你卯时就起来练功了。宋时清笑眯眯地道，你在等我的冰。我被他噎得脸发热，不想理他，回了房里。徐娇娇，宋时清站在门口喊，我去告诉我爹娘，告诉姑母去了啊。我将门关了起来，就听他在外面蹦蹦跳跳的喊，我有媳妇儿了。姑母，娇娇愿意嫁我了。姑母，要是您不同意，我入赘也行。我娘啐了他一口，也跟着他闹腾。乳娘说，那天宋时清逢人就说他要成亲了，还买了3麻袋的喜糖，见人就送。他要不要脸，还没成亲就发喜糖。昨儿一夜没睡，问了多少人家，跑了多少地方才弄到冰。他也不知累，乳娘笑着，这是真欢喜啊，恨不得告诉所有人。我坐在床前，望着那块渐渐融化的冰，心里暖暖的。我和宋时清定亲时，舅舅也回了京城。瑞王请舅舅一家人去王府喝茶，我听说瑞王尊重宋时清所有的选择。宋时清想认祖归宗就认，不想认，圣上那边他会去说。宋时清说他会认祖归宗，但会等瑞王100年后。宋时清说瑞王活着一天，他都不会承欢他膝下让他享受天伦之乐，因为瑞王不配。至于舅舅家，我舅舅本就还有2个儿子，不需要宋时清传宗接代延续香火，所以我舅舅也说随宋时清自己决定。我们的婚事定在了后年的8月，圣上升了宋时清为右军都督，还给他赐了宅邸。我哥和南平的婚事则定在明年9月。一时我们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做完了这件，还有另外一件等着。那天我出门去看铺子，回来已是傍晚，路过一条巷子时，跟着的婆子喊我，我掀开帘子，便看到最靠在巷子里的萧志，他醉眼朦胧的也朝我这边看过来。娇娇，他跌跌撞撞过来，站在我的窗下，仰着头，目光近似贪婪地打量着我的脸。娇娇，我很想你，可我不敢去找你，我好想好想你。萧志，你喝醉了，不要胡言乱语。我后悔了。他扒着窗户，红着的眼里蓄着泪水，你可能不信，我重生了。前世你死后，我好想你，每天想你想得睡不着。徐荣为了赎罪来我家做婢女，我知道他心怀不轨，所以我每次都会罚他，仿佛折腾他，我想你的心就没有那么疼了。我不知道怎么了，忽然有一天，我觉得我有点喜欢他。我冲回了树林里，抱着他，那一瞬的失而复得，冲昏了我的头。后来那天夜里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醒了，我又回到了河边。你正在冰窟里挣扎，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，放弃了你，去找徐荣了。我明明很想你，很想你的。他语无伦次，若我没有重生，大约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。可惜我听懂了。萧志，我望着他，低声道，你选择的那条路上，一定有你最重要的人，遵从你的心就好了。别回头，因为被你放弃的人不会在原地等你，也别后悔，因为这是你的心。萧志一颤，被酒烧红的脸瞬间褪去了色泽。过了一刻，又仿佛过了很久，他哑声道，所以在我转身的那一瞬，你我就没有可能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萧志，我不会在原地等你，你也不值得我等。萧志苦笑，抓着窗户的手颓然地耷拉了下去。他跌跌撞撞折回身往巷中去，走了10几步，又闷闷地道，这一世你身体康健，重获所爱，真好真好，娇娇，这一世我也值了。萧志消失在巷子里，我以为我和他在某一天还会再见，但却没有想到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我面前，甚至出现在世人面前。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大哥成亲那天，我看见了徐荣，他形容枯瘦，那一身撒着碎花的被子，像是有人在枯枝上装点的假花。他在府廊下和我相遇，我们都没打招呼，各自错开。
那年冬天，徐荣自杀了，吞金而亡。死前，他求我爹将姚姨娘放了出去，并将她的嫁妆以及萧志给他的所有钱都给了姚姨娘。徐荣死后，鄱阳侯夫人没让他入萧氏祖坟。徐荣给我留了一封信，信里只有一行字，他道：重来一次，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，因为这是我最好的选择。我将信烧了。南平和我哥过得很好，我成亲的时候，她已怀了3个月的身孕。她攥着手站在门口望着宋时清，语气小心翼翼：哥，恭喜你。喊完，他又怕宋时清依旧不理他，便忐忑不安地朝我看过来。宋时清递了个红包给他。南平激动地拿着荷包冲着他笑：谢谢哥哥。宋时清嘀咕了一句：我给我外甥的。南平笑得更开心了。成亲的礼仪很繁琐，一天下来我已经累得进气少出气多。我喊宋时清帮我拆了凤冠，给我捏着肩膀。他笑着道：夫人，力道如何？你可满意？还行，宋大人还有提升的空间。宋时清在我耳边道：要不先吃点东西，待会儿我再好好给你按。我脸一红，回头瞪着他：宋时清，你要不要脸？宋时清一脸疑惑：我哪句不要脸了？你想到了什么？脸这么红？我掐他，他哈哈大笑。哎呀，我媳妇掐人真疼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